齐聚一堂。让我来看一下啊，天才的背后全是努力，他们的世界谁懂？这个看完之后，我再不懂，我真的就是笨蛋。想一想，最近有什么戏是跟这几个是有关联的？你的世界，我们懂。也许我还来不及长大，也许我还有很多事没答案。这部戏呢，在新加坡有造成了轰动，爆红了起来，就因为那个角色，非常期待。而且我的节目没有来过全家人的。哎呦，我已经感觉到了哎。不要怕，我不是怕我晕，大家还在很紧张，怕头晕。Exciting。大家怕晕船，来，一人。没有，我进度了。船开了。那边。这边。停了，到了。对，是有那个手指，我们在那边拍照。啊，我们几个都在吗？少了弟弟。对了，他为什么不来？他在做工赚钱，他现在懂事了，他要做工赚钱来养我们了，就要让我们来玩。今天好像来一日游的感觉，然后像我们上次去拍戏这样的一日游。对，感觉很舒服，因为跟他们就好像一家人的感觉。虽然拍完戏我们没有什么联络，但是一见面还是有那个感觉，还是会在。哇，我也喜欢出海。来见大明星哦，因为今天有很多大明星嘛，来和大明星一起吃饭，王碧仁姐姐啊，红玲姐姐啊，姐啊，那个是超级大明星啦，明顺大哥啦。年纪比人家大，叫人家大哥，是叫的会比较年轻，是不是？不会好不好？还是一样大过我们的感觉。这个人哦，只要他身上有我要想学的东西的话，我都会叫他大哥大姐。虽然明顺啊，他在演艺圈的成绩啊、成就啊，还有他的人生观啊、方向，我看到一个很赤子心的一个成功的人嘛，所以我想叫他大哥这样的感觉，并不是年龄的问题啦。你有一个餐馆，有4辆车，有这么美满的家庭，那我不是要叫你爷爷了？哦，顺势，我看到了。什么？哦，对，他开的没？这么大阵仗。那个题哦，做的很霸气的。我姓洪嘛，如果有一个来洪什么，我会很兴奋，所以我很想快点下来看顺势长什么样子。哎，阿来，明顺大哥，你钓到什么鱼？江鱼仔，我没有龙虾。龙虾，慢慢等了龙虾。我们都是淳朴食材，没有大鱼，没有大虾。OK，我们来啦。今天会找郑家一家人来，希望可以好好的聊一聊这部戏。我觉得这个剧很好，就是可以替社会里面一些比较特殊的人帮他们讲话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大海跟顺势，顺势我们去试。 ，Let's go。哇，这个底弄蛮美的。弄得很漂亮啊，很干净啊，哦。我下船的第一个印象哦，其实是完全心情的转变，因为整个环境就很舒适、很 chill，然后真的感觉自己突然生活的脚步放慢了，有一种在度假的感觉。说实话是。有鸡啊，等一下我们哎，鸡这个是，这应该不是普通的鸡来的，这个是干崩鸡，跟崩干跑地鸡。跑地鸡，地不是跑地，跑哪里？哎，你看，很熟的阿顺有厨艺。有厨艺。哦，那个李明顺啊，最佳主持人的。不是影帝咩？哦，是哦，他又是影帝哦。对。这边还可以自己抓鱼哦。哇，我看到了喽，赢了喽。哇。哎，空空的还没有煮哎。这边有提示。主人在忙，请顺客上天台。这里有电梯吗？
这个 one floor up 而已啊，电梯你不会坐 helicopter 更好？不是因为我们有阿奇在哦，我怕你走不到楼梯。是你怕你走不到，因为还有 luggage 啊。这个 luggage 这样大个，不是我的嘞。不要啦，这是我的荣幸啊。要上去应该是从这里上来。哇，这样斜的啊？哇塞，这样啊？怪不得他不要下来了。是不是哦？Oh no! Stop！ 郑家带水来了。啊，顺的。下雨了。 Hello。哎，下雨了。刚才天很晴的嘞，你们一来就下大雨了。下雨了，下雨了。上来上来。不是讲下去，不是下大雨哎。我们上来。拜拜。Oh no！ 哎。哇，刚才又这样了。 Oh no！ 收工。早上天气晴朗，大太阳，2分钟的时间，变成这样。郑家，你们是带水来，真的是带水来吗？带财给我吗？我要下去了，不行了！雨伞！哇！今天我们来突然下大雨，红宁的错，因为他很怕热。 来一来就下雨，让空气再凉一点。这是可能是欢迎我们的方式。哦，因为我每次拍戏的时候都会下雨，然后剧组都会怪我。我承认了，我承认是我。对我们这里哦，下雨照拍，大太阳照拍，好，好不好我就？喜欢这样的制因为我作。看到你们没有湿，我湿，什么意思？对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，对。来，走，你们带这样多做什么？过夜啊，不是要过夜，我们这个我不要过夜，你不要害我嘞！拍完要回家见我儿子的。不想3天2夜吗？没有。哇，哎，现在就好了，刚刚好，天气晴朗，但又不热。真的吗？没有毛毛雨吗？没有啦，你看多漂亮，对不对？虽然没有一望无际了哈，有啊。哇，新加坡周围的岛都看得见哈，还有很多空气比较好一点对啊，哎，来，我先介绍这个，来。哎，我看到我。谁是谁？我们的戏，对，天才。啊直接，这个你们对啊，这个我还没有穿衣服哎。哎，不是现在脱一下看有没有保持？没有。我要看，下一期再请我来了。修一下六粒。没有了，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了。这个是谁？子杰哈。哇，别说我同性啊。也没有很红啊，这个13岁。我不要你和爸爸分开。我姓江，单名军人的军。哎，你这个不像华人哎。我现在也不像华人啦，有混血吗？有混血我。你混哪里？泰国。泰国。你会讲吗？泰国话？一点点。我要慎重跟你们介绍这张照片。谁？看一下啊，你们猜啊，我们在里面是演什么？哇！哎，抱在一起哎，这很年轻哎。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看到我跟明顺的那张照片的时候，是有一点小惊讶。一人过来一下。那个应该是我刚生完我的第一胎，回返来拍戏的不久。其实我蛮能接受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合作过的。 Rainbow 啊，你没有想到吧？我们竟然在3个月头感情发展的这么快。当初他们配我们2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，是感觉的问题。因为他比较阳光型，我不是那么阳光型。而且我记得我那个角色是很小鸟依人的那种型，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很大的差距。但是蛮好玩，蛮好玩的，拍的蛮舒服，蛮舒服的。你们的老爸当年是当年偶像 ，OK？ 哇，这个奖杯是红星大奖第1个奖杯。他以前走的路线真的是偶像的哦，甚至有出名的制作人说要把他带到国外去，有对不对？为什么没去？当初找你拍那个角色要转型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有挣扎吗？有没有抗拒？不会演那时候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有跟李明顺还有新加坡2姐范文芳，所以我就很兴奋。好浪漫哦！我告诉你，我有机会了。
你们要看一下吗？看一下，我们就下去厨房 ，OK？ 好，来参观一下。厨房在哪里？我厨房在对面的给龙，没有啦，这里啦，前面在前面。还要坐船。对了，我就想说还要坐船。啊，哇，哇，好多鱼哦！等一下我会吩咐大家来抓鱼 ，OK？ 哇，好期待哦！来，欢迎来到我的露天厨房。哇，哇，哎，那好介绍。哪里厨房有最大太阳底下的？哎呦，我不喜欢那个露天的概念，我也不是很喜欢。那个天气不太好。哎，你帽子哪里来的？哦，是有备而来的，我们的包里面可以吗？为什么你们有人？姐的刚好，刚好。贴心的，为什么没有带给男生？我们有带扇子。你们要不要毛巾？给你们毛巾绑一下。可以吗？男的可以啊。有，我要吗？来毛巾，来。我要。用了，我们拿着了。有毛巾。哎，这里毛巾在这里。不用了，我们也是有没有？有。你们这样，我要，我什么都要。你们这样拿住不可以嘞，因为我要你们帮忙我做事情的。有啊，我们也会做。我们很 flexible 的。对，flexible。要不要遮你的那个？哎呦，天哪！OK， 太温馨。她老公已经很幸福。一家人就讲不停的嘞。别啦，讲一下就凉了。叫你们嫁好不好？你是在我的回笼好不好？你喜欢冷场吗？我们是要给冷场的嘛，对不对？给你拖点时间呐。OK。好，你在讲。我今天要煮汤给你们喝，你们一家人来就要有团聚的感觉嘛，所以我要煮一些大家可以围在一起吃的一个食物。哦，好啊。我要煮的就是潮州鱼头卤。你会煮吗？一定会吗？对不对？我不会煮的，不会煮，你开餐厅。我的师傅教我怎么开煤气炉罢了。我会煮的，这里会煮的是他。那抓鱼没有问题了吗？没有问题，小事来的。你跟你的弟弟要去抓。啊！石斑长什么样子啊？是红色的吗？哎呦，这么多条。relax。不是单单只是抓了回来，我要你那个鱼回来是已经处理好了。哇 ，OK。你们两个就出发去找鱼。辛苦你们了。开工之前，你们来这里选一下你们的 apron。顺便、顺眼、顺耳、顺口、顺手煮一煮。你的世界我们懂，已经很红了。现在出去每个都看你们很顺眼啊。那就顺眼吧。我问你们啊，你们拍完这部戏之后啊，有没有突然间爆红的感觉？哎，其实有哎，有惊喜到。是哦。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做那个什么宣传，它就让我想起以前那个年代，我们去沙捞越去马来西亚登台的那种啊。它楼上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、5楼全部爆满的嘞。那时候有一个韩星来嘛，他们有人去那个韩星，他们说都不够我们人这么多。对。真的有红到啊，真的有吓到。他们过了也是这样，过了也是这样。也是。怎么样？那过怎么样？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这样过生活了，没有像你这样又买鱼排啦，买什么没有这样。OK， 这样好，继续这样，来继续这样。现在还是要晒太阳啊，还是要这样，这样。OK， 你们两位，帮我准备材料：虾米剁碎，芋头削皮，姜也是帮我削皮，然后剁碎，小红葱切片。我是要拿来炸，拿那个葱油的。谁懂石斑长什么样子啊？石斑是红色的吗？我们谷歌一下，会看石斑长什么样子。石斑鱼，你也看不到。我当下觉得剧组应该会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。什么？这样还是我天真的？我当下以为是你去抓鱼好啊，让我去，然后就看了，然后那个鱼就回来了。长一样吗 ？Hello， 让我看一下你的样子。OK， 我来弄这个高汤。有鸡骨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大骨，哇哦，不是随便的，是下本钱的。那个大骨是什么骨啊？猪骨。好 ，Hello， 让我看一下你的样子，可以抓起来看吗？怎样抓？用这个？用那个。哦，这边。啊，不，你抓了。没有，我做你的助理。
哇！什么？来来来，哎呦，这么多条！哎，relax relax。要几次？不是啦，不是，放他，不是。你拿住我电话，你拿。OK。没有，他嘴唇真的不厚，而且他很小只。等一下我看看，一样啦，他的斑。明顺大哥，哎，要多大条？啊，OK， 我跟你讲啊，大概800克。公的还是母的？你自己找，你喜欢吃公就抓公的，喜欢母的就吃母的。你要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我要4双的，我要没有牙齿的。双眼皮。哦 ，OK， 我帮你拔出来了。OK， 你转。OK 啦，有一点点重了，就要去做一点卡迪欧减肥一下，应该就可以了，没问题。 OK， 我相信你们2个哦，跟我一样哦，是不是在港蹦长大的？是刚崩女孩子啊。从小住到我小2的时候搬走，很久哎，搬去 HGB 对。我从小跟阿妈一起住的，多半都是马来人。 生活是很简单的，他们就是出海捕鱼，然后回来呢就是吃鱼、吃辣椒、拌饭，就这样而已。哦，任文龙呢？我是城市长大的，就是 JB 长大，对。我们也是玩跟蹦的东西，然后你们爬的是很大的树，我爬的是小树，你们玩大河，我玩小龙沟哦。你们回忆以前你们的生活，小时候很苦啦，或者是有经历过什么啦？这个是讲一下，等下流眼泪我吧。不要紧啊，我们这个节目很随性。刚好有大葱，我可以赖大葱。可以，你可以讲起来，我这场戏很好。戏好都没有入围戏好。有啊。 你的世界我们懂，入围到完就我没有，你还要提这个事情，讲到眼泪就要流眼。入围哦，他已经有点耿耿于怀。对呀，对的，你的世界完整。我也觉得他应该是入围的。哎，你们对不起他嘞，他真的那部戏应该是全部的角色都要入围的。他其实很在乎的，你看脸你就知道了。幸好有直接在，不然我任务没有办法达成。一人一边了。不要，你来就好。对，我很 stress。等一下，我那个鳞片我没有处理干净哦，他们吃到满嘴是那个鳞片，肯定骂我。哦，这是你第一次抓鱼吗？喂，你说钓鱼我有钓过，不过之后都是放生吗？哦。你说真的抓，然后就是处理那条鱼的话，第一次对吗？第一次，一个蛮不一样的体验。 在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你们有什么体会？我觉得我比较容易进入情况吧，因为我有一个交往了整40年的很好的朋友，他的第2儿子他是特许儿童，所以我能够理解在剧里面的那个妈妈呢，她心里是她怎样熬过去的。是。很多时候呢，其实你是会想要放弃自己的。 那种有那种念头的，我就很想说，通过这个角色呢，把这些特需儿童的家庭呢，特别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所受过的一些苦啊，跟他们的经历呢，呈现在观众朋友面前，让他们多了解一下，他们的处境呢，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他们多点包容了。你在流眼泪 ，Oh my god， 有点夸张哎！不是，我不可以讲这部戏的，我一讲我感觉就来了。来，你来想到天才，我就我切了，不要这样哎！因为我们在演的部戏，我们全身投入去 feel 这个感觉嘛。我们收到很多家长就是 messenger， 我们跟我们说，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是一样。所以那个很感动，是那个是我们看得出你们的那个无奈、那个心酸，不是用表演可以表演的出来的。明顺大哥，哎。 哇！哎呦！哇！你去巴萨买啊？这个一抓就知道是刚刚抓的，而且你看 ，clean 到多干净。是你 clean 的吗 ？Of course。确定吗 ？Yes。厉害嘞！真的要加分这个。好，你们2个抓好了哈，我来处理这个鱼，你们帮忙他们。然后那边有那个 apron， 你们拿来带一下，你们自己选啊。哦，有3个哎。哎，你可以选顺手，看在你抓这个鱼的份上，选顺手，你就写顺便就好了。呀，我顺便我没有做什么哎。刚才我刚问你们的父母了，你们在拍《你这世界》，我们懂这个戏的过程啊，跟你们的一些心得跟感受。其实刚拿到剧本的时候，我自己是觉得
那个剧本很好，可是我觉得，哎呀，会不会很可惜？因为观众应该不会看这种家庭剧。然后在拍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也是以一个比较自然的方式去拍嘛，没有戏剧效果那种花俏的那种拍摄方式，所以我就觉得不会有人看我们这部戏。Yeah, love you。有一次我在冰蛋岛，有一家人他们就来跟我打招呼，然后就是说他们很喜欢这部戏，跟我说其实他们的小儿子跟天才一样，他说其实他们很少全家人一起追一部戏，这部戏也是他们这全家人都在一起看，也让哥哥和弟弟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好了一点，因为他们都开始比较体谅对方。那你们拍这部戏很红哦，所以现在出去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跟以前？以前也是有人认得我了。我都不好意思讲了。哎，你帮我接笑话了。红林从以前走到哪里，每个人都认识的。哦，是啊。因为我的名字比较好记。是吗？红就红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做到了，你感动人家了，这个是应得的，好不好 ？OK。我讲一个让你觉得应该会更开心的事情。有好几个制作人或者监制会跟我讲，哎，这个女生是会演戏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评价，是你有做到一些成就，人家才会这样觉得。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红是应该的了。我姓洪。因为我平时都不会跟明顺大哥说到话嘛，所以难得看到他，然后又知道他是一个这么直接的人，我就很想要听他对我的一些评语。那子杰，你是单亲长大的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是几岁的时候过来？5、6岁。你们是为什么会过来这里？妈妈就想给我一个更好一点的教育，然后新加坡又双语，OK， 对，所以她就决定带我来。妈妈是很勇敢啦，因为那个时候她也没什么积蓄啦，在这边没有朋友啦，一个人把我带来这边，然后说实话我蛮佩服她。那个时候她一个人做2、3份工，哇哦，对，所以真的很辛苦。一般上都是妈妈早上会帮我做好早餐，然后就叫我起床，然后吃完早餐就送我去 school bus，然后很多时候我到第2天我都不会看到她的。是哦，因为他做工做到很晚。那你是跟谁过呢？这样？自己咯，在家。啊？6岁自己一个人在家？哇，这个也不简单呢。我会觉得比较孤独一点。这个戏呢是全家人的团结的力量，跟很多兄弟姐妹，是一个大家庭的。你是怎么样去寻找这种感觉？对，其实我从小到大我一直很向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。然后我一直很好奇有一个这种大家庭的感觉是什么。因为我觉得我妈妈给我很多爱啦，我妈妈把很多人的爱都压在一起，又做妈妈，又做爸爸，又做我的好朋友。说实话，单单她给我的爱其实已经够了，我就把它 duplicate 去给家里的每个人。是，哎，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你啊，你在5元怎么样？可以谈恋爱的吗？本来是不可以啦，真的不可以啊！一开始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啊？为什么？徐斌的关系。哎，这样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老板管大？这样讲真的，他真的管很严啊，真的管很严。OK， 反正我每天就是拍戏，去 office 做工 ，edit video 就是这样。没有生活，不行，没有生活，不可以谈恋爱。拍戏就要谈恋爱，不对咯，我没有谈恋爱，我怎么拍戏？同意吗？同意。你看，哎，至少还要分手几次都讲同意了。还有，没有，大哥其实很好，真的。你们从小的志愿是当演员吗？不是。然后是什么？那时候有那个校园美魔王啊，世荣大哥是主持人，他就在一个快餐店看到我，被我的美貌惊艳到。所以现在终于承认你美了啦。对啊，校园美魔王哎。你自己啦，哪一点最吸引男生？外表吧。哎，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嘞。那个时候我跟他读同一间学校，是吗？他比我senior 1年。哦，真的啊？我老板还跟我擦肩而过嘞。真的？他没有理我。哇，真的很巧哎。你看你爸爸妈妈多好。对哦。听到你们讲话，他们不插嘴。我现在派你们2个去问他们2个，他们以前小时候志愿是什么？来，你们去。有什么事说？很站在这里又不敢问，就想多了解你们一下咯。不好了解的，跟你又不熟，哎，才合作过一部戏而已。一部戏啊？哦。所以妈咪，你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？当演员。不要骗。真的假的？其实我记得你很像蛮衰的，对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我小时候我在学校哦，我是参加什么讲故事比赛啦、演讲比赛啦、辩论比赛啦，都有我的份的。这种就是想要做演员的。但是以前还是属于。比较保守了，就是要读书，读书才能有出息，才能够闯出片天空这样子。当初去参加训练班的时候，你的父母有没有反对？有。谁反对最大？他拿刀砍我。真的？真的？
为什么？没有啦，不是啦，不是。看，没有，没有。其实，在上课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太多，没有想说一定要当演员。我是觉得这是我兴趣的东西。就这样，他们给了我一纸合约，只是妈妈不准，我爸爸就鼓励。我跟妈妈的协定就是，我读完我的书，然后我就单枪匹马过去的。我就觉得说 ，OK， 这行真的是蛮苦的。真的蛮苦的，不像我以前是学生的时候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饿了我吃饭，我累了我睡觉，我想说什么我可以很直接的说。可是现在不是，你在工作，你身边有很多人是你不懂的，言谈举止什么都要很小心。是说我的路可能也不好走啦。那你呢？为什么你这样安静？哇，你的路走得很顺啊！他很顺啊，一来就拿冠军。你从才华之后，本来是走偶像路线，那时候长得像偶像，我没有故意要走偶像。这有点，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，我是打篮球的。我第一部戏就演主角，然后我就这样无端端的就拿了最受欢迎新人奖。最受欢迎的男新人是姚文龙。当时拿新人奖你是什么感受？我真的是傻傻这样上去拿奖。谢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观众对我的支持，还有谢谢年年有余所有的工作人员。你有没有进入一个低潮的时候呢？很快，我进入一个我很不快乐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第一部《年年有余》，他们就给我演比较小生的角色。其实我演了几部过后，我发现并不是我的个性的路来的。拍戏的时候很压力，因为这不是我要的路。有没有想要放弃呢？有，其实有啊。我很奇怪，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部戏让我对这个行业又产生兴趣。你看《小娘惹》，那时候让我飞一下，然后心所飞一下，心所飞一下。后来到最后，我真的想，哎呀，我不要做了，因为年纪也有了，好好在家这样子做点小生意算了。哎，你的世界我们懂，又来一轮。你们有吗？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有时候会一步接一步的时候会有一点累，可是讲真的是因为这部戏我才有找到了意义啦。有没有找到结婚的意义呢？我在118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真的、啊？没有啦，因为我在118的时候认识 Nick 嘛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这个男的好帅哦。该不是要跟我示爱吧？你是不是在暗恋我？我干嘛要帮你请客？因为你是我的男朋友喽。是你追他还是他追你？应该是你追他。没有，因为他住很靠近我家，然后每次我因为找嘞，找到一个好的又住靠近你家，要来你家做了。不是，因为我看时间表嘛，我就看来，哎，你跟我同一个时间上班哎，我就 text 他，哎，因为那时候我驾车嘛，我就想说要不要一起去公司这样。哇！然后就日久生情了。他日久生情，你是早就有情了。其实子杰我跟他有一个小插曲，那个时候是播你的演唱会之后，我们就去一个卡拉 OK， 我就很大胆的跟他讲一些事情。我那个时候我就是问明顺大哥，表演方面有什么东西，怎么增强啦，怎么怎样很多东西。然后他跟我说的一个东西是一针见血 zoom 下去的。哦，我想听。他跟我说，其实你的戏有的我有看一些。我觉得 OK， 不过你表演的方式有一点自恋。他看得出你自恋，他透过电视机都看得出。哦，你们也这样觉得吗？你们也这样觉得吗？真的吗？我没有觉得他演戏很自恋啊，我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是你讲出来，我们就哎对。对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自己都没有这种感觉。就那天他跟我说，我就哎。好像真的是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帅，他的声音也好听，而且他的口条挺好的。我做什么都不好，做什么都不对，你都不满意，我结婚来干嘛？像他这样子的演员，年轻的很少，很少，所以希望他可以快一点过了那个坎。演员最重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哪里，不是避掉自己的短处，而是去加强自己的短处，变成跟我们的长处一样，什么角色来你都可以去诠释，去揣摩。你有没有生气那一天？没有啊，真的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？没有啊。哎，我很开心你讲出来，是因为你很大方，所以这样子很好。我很庆幸有前辈愿意来指点，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都跟你说哦，没关系，很好，可以啊，这样你就完全没有进步的空间了。
明顺大哥，你还没有给我意你见。不要去叫我大哥可以吗？你还没有给我意见。我现在还需要怎么做才可以更好？不可以这样问呢？为什么不可以问？难得他们今天在跟一些新人啊，跟他们传授一些知识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想听一听他怎么来看我。在我们这个年纪啊，是最放得开。放得开就是我毫不在意我的肚腩被人家看见。有时候我拍戏的时候，我接了一个角色，我故意把那个双下巴弄出来，那我的旁边的助理就会我就会说你不要管我，这个角色需要。对，需要。我觉得过了中年之后，那个是演戏来说是最自在的。你现在很自在？对，我现在蛮自在。你还需要什么评语？你跟我讲。可能还可以更自在呢。啊？我那里有什么东西？觉得我要去改变的？没有，你是我的偶像，就是我生活的一个目标的方向。OK。我还有一个分工要叫你们做，你们去起火炭。啊？起火炭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那你跟你的女儿去咯。OK，Let's go。子杰，你把这个切成一块一块。碧人姐，你帮我炸那个小红葱。这个猪肉渣，我只是要取那个油。你有起过火吗？看过别人起火，都是Nick在起啦。好吧。好，到你了。这样就交给你了。哇，那香味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哇，太好了！热啊，烧啊！哦，真的烧！真的烧！啊，这个可以。对，可是要把它关掉，你拿多一个碗啊！你不要偷吃，好，可以偷吃，我的够。一个好的团队就是大家分工合作，他负责煮，我就负责吃，这么简单。你要炒什么？炒菜咯。哦，这个你要炒菜啊？你不需要先点再放进去哦。我以为他会，因为他看起来很会的样子，他又喜欢去露营啊。OK。我不懂。是不是啊？刚才我们大家都很像很厉害这样啊，其实都没有起过火。没有人懂哎，怎么办？不懂嘞，先点吧。是有风，我这样盖有用吗？我们就放它，然后就点火种，还很好笑，点到反。夹错边了，点红色的，这个，这样，你点红色的。你看。哦。你们是扫 BBQ 的吗？通常都是别人起火，我们才去烧啊。有了。要等它慢慢的热是吗？感觉到有雨滴哈。有来了，不要紧啊！来，我需要盐哦。盐巴在这里。雨伞好遮一下。来，盐巴拿着。能遮多少就遮多少啊！哇，今天终于找到感觉了，找到无名岛的感觉了。无名岛我们就是这样啊！又来了。不要这样啦，我的口罩都戴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又来了。哎。哇！我们是在狂风暴雨下煮饭、做菜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们？这是我上过最难上的节目了。我第一次感觉到哦，我一旦会被吹走的感觉。当时风真的很大，在家里如果你遇到这么大风，你就关窗关什么，然后好好的去把菜煮好。但是在这里你没有啊，你不能控制那个风响嘛，所以你给我什么我就煮出什么菜。哎呀，骗到我了！赶快拿走！我是不是可以进去了哈？进去吧。煮到一半就突然雨就刮来了，而且它是很快的，你先 feel 到2-3滴，你感觉2-3滴，然后就全部来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怎么办？首先我们就把全部的食材都收起来了，该盖起来的东西就盖起来。然后呢，明顺大哥说了一句话：我们要淡定，我们站在这里，风大而已吗？几滴小雨而已吗？我决定这次我们在这边等。啊！他就是在拿伞站在那边的，就跟那个雨在那边干，就站在那边。
然后我就哇，不可以输了你要，比啊我男人的这好胜心那个尊严就出来了。多大的风，多大的雨，都不能阻止我对工作的热爱，满满的正能量。是，我爱工作。这一集播出去以后，你老板肯定抓你去房间称赞你，升职加薪。对。哎，哇来了，两个生火的来了。哇，没有闻到。来尝一下你老婆煮的菜，来。用你们起的火来哇，你们煮到下大雨啊！哪个是别人炒的？我这个啊一，道菜耶，你还怎么？哎，很美嘞。菜啊，这叫美啊！美。哇，很厉害哦！烤了不是什么人都炒得出来的嘞。对。表演课正式开始，来继续。哇，超漂亮的一个。你看有红，那个包菜炒到有白有黄，呀，还有点臭到，你是故意的，对。而且那个葱从青色炒到黑色，那不容易。哇，它有一点烧烤味。对，这是烤功夫的。味道 OK 啊 OK， 我没有讲不 OK 啊，是你刚才讲的很心虚耶吗？麻酱好吃。哇，这样的环境控制都可以煮得那么好吃，这样在家不是我超好吃？觉得没有，我不是自卖自夸，我是觉得说，在这样不是那么理想的环境下，能煮一道这样的菜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不可以咸的。你们看到我跟红玲一直夹。我觉得还好。 Fire is burning, food on the stove, kettle is whistling, feeling of home. 鱼头炉很适合他们这一家人呐。想到家庭的力量、团聚、团圆，只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火锅。而且那个火锅不是现在那种店的火锅，是火炭炉那种火锅。我小时候每年的过年就是吃这种炭的火锅炉，所以我对火炭炉呢是情有独钟的。一年一次做这样东西是很有味道的，所以我很想完成这东西给他们。 You by my side, and I love the feeling of home. 经过今天风风雨雨之后，我们这个鱼汤终于来了。春夏秋冬，终于来了。哇！好丰盛哦！有没有过年的感觉？有料哎！哇，从来没有试过在太阳底下吃鱼头炉哎。好。 我觉得很浓郁。这个是潮州式的鱼汤啊。这什么鱼啦？我什么鱼都有。哦，餐的。他们抓的也有。先喝汤。好，开动。喝汤。喝汤来。这样 OK 吗？感觉很像熬了很久了。我其实没有下到盐的，我只是下鱼露而已。哇，外面吃的鱼头炉都很少有这样浓郁的汤底，是吗？真的，你可以开哎。是吗？真的吗？呀，真的。哇，真的好甜哦。而且很甜。在这样环境吃火锅哎，还有攻击力提升。给你。哇。 在你们心目中哦，从入行到现在，哪一部戏是你们觉得最经典的？ 双天至尊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新加坡的戏。我本身是雾锁南洋，我们那个时候的家境有没有这样好？然后雾锁南洋的歌一出来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悲惨。可能他带出新加坡的一些背景吧。对，因为以前呢都是我们的祖先都是来自中国，那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岛，然后他们就在这落地生根。有这个小娘惹，我是很喜欢小娘惹哎。哦，因为他有点对，角色也蛮。所以里面最经典的角色就是你角色吗？没有，不跟你讲，既然大家都这样讲，我没有那么认为。我觉得他在我的人生中哦，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很多人到现在看到我还是刘一刀，他们都很认得刘一刀就是姚文龙。这个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了，就另外一个表演的突破了。这把猪肉刀是我吃饭的工具，杀猪。那你们心目中经典的角色是谁？我想要讲我们的戏。谁啊？ 你去演的那个天才，我觉得那个有走进大家的心啊，就连我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们也觉得他真的是天才哦。你们对新加坡的娱乐圈还有什么抱负吗？
虽然说人家都会讲我们的这个市场很小，市场很小，东西越来越贵，很难做，很难做，很难做。省这个省那个，省掉的话，就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一个团队。这个是要花钱的，但我希望以后能够得到某方面的资助啦，所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、更专业一点。这个是我的理想。我希望他们看到的就是 ，OK， 他们能够把它当成是他们长久的一个事业。可能开始就说这是我的爱好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样东西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到了某个点，他觉得哦，可能是我赚钱的一个平台。而且可能我读这个戏剧的时候，父母不会觉得说你读这一科干什么？不要啦，去做 doctor， 去做 lawyer。可能就是希望说，能够有一天呢，戏剧给大家的一个信心吧。相信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事业。相信我们这个行业是可以做出贡献。我自己一直相信的理念是传承。老实说，在新加坡这个圈子，我觉得我们在退一步。他们都说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对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树已经一个一个在倒了，我们没有什么树给下一代去乘凉。在拱北我们做的不好啊，是啊，我们的树倒了。真的，我尽量站直一点。我觉得你讲这一段讲得非常感是很感人。听完你们这一段话之后呢，我是确定的，不管是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对我们这个市场，对我们这个行业是充满期待的。我们要再继续的创造更大的辉煌。这个东西是要大家同心协力的，不管是哪一方面，哪一个年层，大树小树，我们都要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邀请，谢谢，可以打包吗？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，谢谢。阿胜，谢谢你让我度过美好的一天，鄙人。下次我请你吃，不过你要教我演戏。子杰，食物很好吃，可以再煮一次吗？红玲。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你煮的太好吃了，姚文龙。碧人姐，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跟你合作。文龙大哥，我希望你在你的事业上呢越来越旺，在你的真实的家庭上呢会幸福美满。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幸福美满了，祝福你。红玲，我希望你跟那两个永远甜甜蜜蜜、永浴爱河、早生贵子。子杰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孩子，非常懂事的年轻人。我觉得你是很努力，然后很认真。希望你在未来呢，在表演上呢有很大的突破。OK， 记得你已经很帅了。很难得可以看到在拍戏里面也一家人，但是出来玩的时候也感觉像一家人。你们都无所不谈，很像亲生的爸爸妈妈、孩子们一样。你们都说很好吃，哎，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，谢谢你们。你们的世界我懂了。